現在就來到了日本九州的当头城市长崎。我们也可以买一下一日票電車，那這樣稱作所有電車都是免費，可以去往你想去的任何景點。電車就來了，很小的電車，上面人也挺多的。下車只要給他攤一下票就可以，而且這個站與站之間感覺距離不是很長，當然也是一次不錯的體驗，因為這個電車它是日本最早的電車系統之一。真的很清澈，一眼望到底啊！哇，長崎太漂亮了。這裡的建築已經慢慢有點西洋化了。大浦天主教它是成立於1864年，而整個教堂建在一個小山丘之上。哇，它從這裡看真的很漂亮。那我們可以在這邊拍幾張照片，裡面是不讓拍照的。旁邊也有一些西洋式的建築。外國人來到日本來傳教，信徒全都是日本人，而這傳教就是一個西洋人。在日本很少看到關於西洋的宗教。那這裡這個教堂保存的也確實比較完整。那現在就要一步一步走到這個主教堂了。看完這個教堂，我們可以向前走，前面有的德拉巴園也有很多西式的建築。這個小路就是通往花園的道路了。這個德拉巴園它是以一個蘇格蘭商人命名的，它是最早到達日本從事貿易的外國人。從這邊還可以看到整個長崎。很漂亮啊，一點都不輸韓國的釜山。票已經買完了，一共是620日幣，會給你一個這樣的，有點像美金。可以坐着自動扶梯慢慢的往上走，而對岸就是風景。這裡就是第一的西式建築，感覺不像在日本，來到了蘇格蘭的小鎮，還可以聽到這音樂也是蘇格蘭獨特的音樂。還可以上樓。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吹吹風，欣賞一下風景，尤其是在這個夕陽的庭院之中。
房子全都是西式洋房，可以进去裡面看一看，而且裡面都是摆放着当时的一些陈设。这里陈设都保存得很完整，感觉就像是真的有人住在这里。这里有一座很大的住宅，对面就是一个港口。那这个大房子就是以前的学校了。这就是德拉巴园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很精致的西式建筑，里面的家具陈设一切都保持得完好。可以想象当时西洋人是以怎样的一个条件居住在日本。那这边也離那教堂也很近，所以說兩個景點都可以一起一探。長崎這裡還有一座童子廟，它是由中國人建立的，就在離教堂不遠，我們就進去探一下。這童子廟進來還要買門票，一共是660元。當然，中國人幫助中國人。哇！第一次在日本看到如此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寺廟。因為長崎這個城市在日本戰奪封鎖期間呢，長崎是唯一的城市可以對外貿易，所以說這也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文化過來，有教堂也有中國人的寺廟。這座寺廟是由清政府跟日本當地的華僑共同出資建造，那這也是在日本唯一一座具有中國特色的寺廟，也是第一次在日本看到這樣的寺廟，真的很難得。而且這個寺廟只有我一個人，看來長崎旅遊的人基本不會來這裡，只有中國人會來這邊探一下吧。這些祈福的牌匾上面很多都是中文哎，真的很親切。哎，我已經聞到了一股香火的味道。寺廟的後面還有一座博物館，全都是用中國的畫來呈現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故事。啊，這博物館挺大的，竟然還有3樓。全都是中國的文言文，溫故而知新。去多了童子廟，肯定也要來這邊的中華街，它也是日本3大中華街之一。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，連橋都是中國的紅色，全都是中華料理啊，炒麵、春捲、麻婆豆腐。感覺長崎這個城市也是少有保留中國文化特色的一個城市，像在福島啊、東京、大阪這些中華特色已經被消滅掉了。小籠包300塊錢3個。
有些飯店啊，感觉比中国的飯店更好看，都是龙啊雕在上面，而且音乐也是很熟悉的中国音樂。那我们也来买一下尝一下，畢竟來到中華街了，總對要買一下中華料理。小籠包、麻球、肉包子的餃煮，100日元一個小籠包。小籠包最正確的吃法就是先把皮啊得一小口，然後把這湯汁得吸出來。那現在皮已經咬破了，可以吸湯汁了。湯汁很多啊，而且可以很明顯的吃到這個肉香味，跟中國味道基本上都差不多了。一模一樣的中國味道，讓我想到了中國。一個小籠包就吃完了，感覺一個根本不夠吃啊，還想再來吃幾個。中華街不是很大，就一個十字路口，但走在這邊真的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中國的文化、中國的氛圍，然後再來品嘗一下中國的美食。這邊還有麻花賣，蘇州的麻花。最便宜的一頓飯也要3600日幣。這是最推薦的番茄湯，上面是一個燒茄子。非常溫馨的一個小的廚房。看着的色相，感覺應該很好吃的樣子。燒茄子、一顆蛋，還有一些菜。老規矩，還是先嘗一下這個湯。這湯很稠啊。哇，很香的番茄的味道。哇，確實，喝進去之後就感覺像一坨番茄蕩漾在你的嘴裡，哇，一直吃到番茄味的湯底。它這茄子是現點現做的。這茄子被炒得很香，而且外表還是比較燙，好吃。它這麵也是比較細，但這個麵吸收這個湯汁之後，也是滿滿的番茄的味道。感覺這茄子比麵跟湯本身更加的好吃。那這番茄麵就已經吃完了，湯汁確實比較濃了，而且那茄子真的是燒的確實不錯。那還點了一個飯團，我們來嘗一下飯團子的味道。
沒有任何的味道，只有米飯的香味。我們可以搭配旁邊的小菜一起吃一下。搭配旁邊小菜，再加這頭米飯就好很多了。純正的米香味加小菜的一點點鹹味。那这个拉面就吃完了，也是比较有特色的长崎的一个拉面，也是来长崎必須嘗試的一款拉面。那燒茄子真的很好吃。吃完面之後，還可以來這邊逛一下，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另一個景點眼鏡橋。長崎這邊的遊客真的比較少，沒有見到幾的，更多是本地人來這邊玩。這裡就是眼鏡橋了，為什麼叫眼鏡橋？其實它就是個石塚橋了，只不過它那個湖面的倒影啊，可以讓它像眼睛一樣的形狀，所以說這也就是為什麼它叫眼鏡橋。仔細看是不是很像一副眼鏡？而且你還可以從下面走一走，更好的近距離欣賞一下這座橋。我們現在就在橋下面走一走吧。可以走到那個石橋中間，然後拍幾張照片，一定會很漂亮。那最後再從這邊上去就可以了。我們現在可以前往稻佐山的山頂，可以乘坐這個軌道列車，往返是500日元。現在已經慢慢爬上山頂了，風景越來越漂亮了。真的是把長崎所有的景色完全盡收在眼裡。我們可以登上了樓頂，從最高點欣賞夜景，但站在這邊已經很高了。哇，前面的風景可以說是我目前為止所見過最漂亮的風景。所有的房子全都一覽無遺。紅白相間的塔非常具有日本的特色。那麼現在就登上這個展望台吧。然後最後再走上這個樓梯，就可以到達最高點了。哇，真的太美了，尤其是我身後這一片，真的很漂亮。那現在已經到達了這個平台，一覽無遺，但站在上面也真的是很冷，風也很大，哇。